坑道深处的回音。外岛的夜总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寂静与神秘感。与本岛不同，这里没有熙熙攘攘的车流声，没有霓虹灯闪烁的繁华，只有潮湿的海风和偶尔传来的军号声提醒着我，这里仍是一片驻守边疆的战地。我从军多年，却是第一次被调派到外岛担任行政职务。这里的环境与过往的住的大不相同，岛上的生活步调缓慢，文化习惯也和本岛略有不同。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，莫过于那条通往坑道的道路，以及葬于山中的军事指挥部。与本岛军营不同，这里的军事重地全都设立在深入山中的坑道内。由于地形险峻，普通人甚至无法靠近，通往坑道的道路狭窄且蜿蜒，两旁是茂密的树林，掩映着这座隐藏在山体深处的神秘据点。坑道内部阴凉潮湿，墙壁上仍保留着当年人工开凿的痕迹，仿佛在诉说着这座地下工事的悠久历史。坑道内没有窗户，只有几盏昏暗的灯泡勉强照亮通道。每当我独自走在里面，总会有种莫名的压迫感，仿佛四周有什么隐藏在黑暗深处，静静地窥视着你的一举一动。然而，我从未想过，这条坑道竟藏着更诡异的秘密。那天晚上，我因为临时收到一份急件，不得不加班处理。坑道内的行政办公室白天时还有人来往，但到了晚上，就只剩我一人独自待在办公桌前，耳边只有笔尖在纸张上滑动的声音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终于，当我将公文整理好时，已是深夜11点。我长舒一口气，起身伸展了下酸痛的肩膀，然后熄灭台灯，准备离开。坑道内的灯光微弱，但仍可见地面上的积水。由于这里潮湿，天花板时常会渗水，形成一道道暗黑的水痕，地面则布满大大小小的水洼。踩在坑道的水坑上，鞋底发出星号星号，啪嗒啪嗒星号星号的声音，回荡在这条寂静的长廊中。然而，当我走了几步后，我的身后，啪嗒啪嗒啪嗒，另一道相同的脚步声从我背后响起。我猛地停下脚步。坑道内的回音效果极强，但这声音并不是我的回音，它的节奏与我的步伐不符，声音来得比我的回音慢了一拍，仿佛有另一个人正踩在同样的水洼上，缓慢地跟在我身后。我转过头，坑道的灯光微弱，视线所及之处空无一人。或许是错觉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下内心的不安，继续往出口的方向走去。但这次，我可以放慢脚步，拖长步伐，并仔细聆听。啪嗒啪嗒啪嗒，那声音依旧如影随形。我顿时浑身一阵寒战，背后涌起一股凉意。这时我才意识到，这坑道只有一条路，除了前方的出口与身后的办公室外，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躲人。如果真的有人跟在我身后，我早就应该看到他的身影了。然而，身后仍然空荡荡的，但脚步声依然存在，仿佛那人只是一道听得见却看不见的影子。我不敢再回头，脚步加快，几乎是小跑步的朝坑道出口冲去，直到眼前的灯光变得明亮，一股咸湿的海风吹来，我才终于喘着气停下来。你没事吧？我猛地一惊，回头一看，竟是负责外围警戒的卫兵。他见我脸色惨白，疑惑地看着我，刚刚你跑得那么快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平复了一下心跳，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，然后简单描述了刚才的经历。没想到，卫兵听完后，表情却变得有些凝重，然后压低声音说：“你是不是踩到坑道里的水洼了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对啊。卫兵的眼神闪过一丝迟疑，像是在挣扎要不要告诉我，但最终还是开口了：“你知道吗？这条坑道不只是军事指挥部，它的历史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久远。”我皱起眉，什么意思？卫兵低声说：“这条坑道其实是从日治时代就开始挖掘的。当时日本人为了在外岛建立军事据点，征召了大量苦力来开凿这条隧道。
但因为工程艰巨，加上环境恶劣，不少人累死、饿死，甚至遭遇瘫方活埋在坑道深处。后来战争结束，这些人的尸体也没能全数挖出来，有些甚至就被埋在这坑道的墙壁后。我听得头皮发麻。所以每当深夜还有人踩着这条路时，总会听到那些曾经被埋葬的人的脚步声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这条坑道仍是他们未完成的工程。卫兵顿了顿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所以晚上尽量别一个人走这条路，特别是千万别踩到那些水洼，因为那是当年工人们留下的汗水和鲜血汇聚的地方。听到这句话，我浑身的寒意已经直透骨髓，忍不住往黑暗的坑道内望去，总觉得那里仍有什么东西在静静地注视着我们。自那天起，我再也不敢在深夜独自待在坑道里，更别说踩到地上的积水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条坑道里，还有许多不应该被遗忘的存在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、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